大家好，自古以来都是陈桥好到头，陈大很挠头，放在娱乐圈当中几乎同理。赵丽颖呢，野蛮生长，最近的路透越来越多了，你猜为什么呢？同样的，王一博的无名30秒的预告片花，都是围绕王一博的度身定造，您猜这又是为什么呢？一部剧的成败与否，真的离不开天时地利与人和，特别是在讲究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娱乐圈当中。一条长长的影子往往拖得很长很长，从去年拖到了今年，甚至可以从今年再拖到了明年。这条影子笼罩在娱乐圈的每一个人的头上和心上。所以呢，一部剧最终成败的答案，往往不在我们目光所及的眼里，而是在我们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心里。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近日，野蛮剧组又曝光了一条赵丽颖最新剧作的路透视频出来，新剧情又再次的随之曝光了。从视频可见，这是一场赵丽颖和李光洁的情感生活戏，很多人立马就陷入到了两个人的爱情戏码当中了。那种霸道总裁秒变小鸟依人，那种丽颖佳人犹如甜蜜偶像的感觉，您被赵丽颖和李光洁的这种 CP 感磕到了没有呢？这组剧情是李光洁和赵丽颖挽手逛街的一组镜头。赵丽颖头戴红色的针织帽，身穿绿色的大衣，是绿色的大衣，请注意。古早大波浪吹扫在自己的肩头，妩媚当中依旧是英气十足。李光洁呢，则身穿的一身黄白呢子风衣，跟上一次的出镜一样，的的确确都是帅气十足的那种感觉。两个人手挽着手，悠闲的逛街的画面，的确很甜。赵丽颖的拉风的程度真的是没说的了。两个人一路闲聊，一路瞎侃的样子，真的是跟情侣或者说夫妻无异了。此前的几组路透，其实我都跟踪过，都聊过几次的了。无论公司开业典礼，还是上一场结婚的典礼，那一种女强男弱的CP组合，貌似已经开始弱化的了。于是乎，特别喜欢磕糖的网友们，不少人都希望说，两个人的感情戏不怕更多，希望能够看到两个人更多更深层次的爱情戏码出现。新闻我在这里只想说，现在的观众们要求真的是不太高啊。剧情的原本的设定我就不聊那么多的了，省得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之前的大量的关于细节梗和情节梗的描述。按说该剧中霸道总裁的成熟职场路线原本就很值得说到的，这才是赵丽颖在该部剧当中演技的突破所在了，以及高光的呈现所在了。原本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只是呢，形势比人强。这番再次强行磕出 CP 感的操作，我已经聊过几回的了，而且是非常详细的聊过。先是2回欧豪领衔的 CP， 然后呢，跟着的2回是李光洁的 CP 了。个人感觉赵丽颖也是无语而且心累的了。很明显，人家屋檐下哪有不低头呢？这种明晃晃的大女主戏，来来回回的路透，都是再明显不过的，而且还是强行硬销的那种撒糖行为在里面。在新闻我完全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只有2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真，一个目的是假。至于说为什么是假呢？这点其实很简单，这种时代证据外加大女主戏的剧情制约，即便赵丽颖扛起来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各种刚需的
拉热度、拉流量的市场的操作当中，很难提取出冲突感和化学感出来的。例如早期赵丽颖大老板上身的各种单一人设的现场路透，很明显其效果就没有男女搭配磕糖不累的 CP 瓜传播的更快、更主动、更扭捏，也更迅猛。所以呢，但凡出现男演员的各种的场合，赵丽颖都自自然然的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背景板和考题板了。这种考题板是用来测试和考验吃瓜群众们的情商加智商底线的。这种操作不失为最简单的快捷方式和炒作方式。所以呢，这种糖衣包装下的假，都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那么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真的解释就复杂太多的了，而且一言难尽的东西也是太多的了。刚刚过去的2022年的2月10号，国家广电总局的官方网站重磅刊发了一则“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的通知书，其中提到说，要规范包括演员片酬在内的收入分配秩序，要推广使用标准化、制度化、制式统一的片酬等劳务合同。通知强调说，要持续优化市场环境，要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全流程监管机制，要严肃处理有偷逃税、有阴阳合同、有天价片酬等等的违法违规行为的相关演员和相关机构，禁止违法失德的艺人们通过电视连续剧发声出镜。说到这，您是不是有一种在哪里听说过，甚至在哪一年听说过的非常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您如果真有这种感觉的话，恭喜您，您太厉害了。说实在的，我在去年已经硬核的探讨过这种通知或者说规定了，而且已经是无数回的了，简直说到了现在我都不想再提的那一种程度了。然而呢，不说还不行，因为这把娱乐圈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已经砍下了无数回的了，隔三差五的这把剑就会擦亮了剑锋，晴天一劈出来了，让不少赚钱赚到感觉麻木的娱乐圈大牌们跟着也晴天霹雳了一把了，跟着就打响精神迎接下一轮的精神折磨了。这里面包括所有清流艺人和浊流艺人，包括所有郑爽、赵丽颖，所有杨颖、王一博等等，无一例外。按说顶流艺人高薪本无可厚非，但是呢，某些毫无演技的人偏偏总是去挑战观众们的贫穷的底线，老是开口闭口我就值8000万。这些娱乐圈躺赢钞票、躺赚人生的大嘴巴赢家，不仅成功的把娱乐圈整个的都架在了火炉子上烤，更把那些真心用苦铺路、用命演出的清流艺人们一起打包送到了国家机器的放大镜下，无一幸免。要知道，去年新闻我也曾专门的开篇聊过几次的了，例如娱乐圈的收入和避税，例如关于2021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榜单等等，个个都是实锤的干货，个个都是社会主义铁拳没有由头就能够砸下来的大条道理所在了。要知道，易烊千玺、王一博、赵丽颖可都是2021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的榜单人物，前两者还更是超级抢眼的数一数二的人物，是树大招风的两棵大树了。于是乎，最近几年这些
顶流的片酬以及相关的演员片酬的问题的讨论，始终都是社会上的热点话题来的。这些焦点中的焦点人物，自自然然的更是老早就成为了吃瓜离不开的视线和讨论最恰饭的热点了。但是呢，大家伙都知道了，我也是讲到了自己的嘴巴都快干的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的管控和解决。即便2021年年初，郑爽和张恒的感情大爆炸，舆情和大瓜也跟着大爆炸了。跟着呢，就爆出了社会主义史上最大的天价片酬出来了。这两个人也是作，彻底破裂就彻底破裂了吧。但是呢，这两个人还是要在网上互掐，掐到你死我活的那一种。这是好事儿，也是坏事儿。好事儿便是揭开了一道娱乐圈伤疤出来了。坏事呢，是一颗老鼠屎便明晃晃的毁了一锅粥了。郑爽因为代孕事件的爆发，不断的引发出了各种的热议，其天价的片酬也随之而不断的曝光出来了。要知道，作为90后的顶流的女艺人，郑爽一出道就特别顺利，就顺利的成为了当红炸子鸡了。之后又相继的拍摄了《微微一笑很倾城》、《夏至未至》、《青春痘》等等等等的作品，她的知名度迅速的蹿升，顺利的跻身成为了顶流一线人物了。尽管她的事业都是一帆风顺，然而呢，她在感情方面却是一败涂地了。根据郑爽前夫的各种的爆料，郑爽此前拍摄电视连续剧《倩女幽魂》的片酬就已经单片高达了 1.6 亿元了。更可怕的是，为了规避限薪令的政策，郑爽方一共准备了4个合同之多。据张恒的持续的爆料，在拍摄电视连续剧《倩女幽魂》的时候，剧组给郑爽开出了 1.5 亿的天价片酬出来。可是呢，他并不满足，还要求张恒跟剧组继续的谈，希望能够提到 1.8 亿之多。一部电视连续剧拍摄时间为77天，郑爽就顺利的拿到了高达 1.6 亿元的天价的片酬，足以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了。经过合理的计算，一个人拿着6000元不错收入的普通职工，想要赚到 1.6 亿元的话，需要从秦朝开始一路工作到现在，而且是要分文不花的那一种僵尸人才行。可对于郑爽来说，只需要一部电视剧就能够轻松的到手了。因此呢，对比郑爽同为顶流的那个赵丽颖的片酬、王一博的片酬，自自然然的再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被爆出来的郑爽自然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出来了。之前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经查明郑爽2019年至2020年的未依法申报的个人收入是 1.91 亿元，透漏税4527万元，其他少缴税款是2652万元。于是乎，追缴税款加上滞纳金等等等等合并处罚款项，共计是 2.99 亿元。在这里，单位可不是万元或者说千万元，而是亿为单位。于是乎，时隔1年之后，国家广电总局再次通过“14.5”的精神，再次的强调了一把天价片酬的危害性。通知称，要规范电视剧市场秩序，要促进电视剧市场公平竞争，要坚决反对恶性竞争，
不正当竞争和市场垄断行为，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鼓励资本与产业的良性互动，要引导资本服务电视剧高品质的发展，要强化电视剧领域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要增强全行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要加强电视剧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要依法依规健全跨行业跨部门的信用联合惩戒机制，要引导电视剧制作机构科学合理安排制作成本结构，要加强成本管理和收入核算。这些要点几乎个个都是高大上无比的词汇和全面系统的概述了，几乎都是面面俱到的非常响亮的口号来的。当然了，也都是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伪光正的表述了，洗脑效果堪称一流。只是做不做得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的了。同时呢，还要求要规范包括演员片酬在内的收入分配秩序，要推广使用标准化、制度化、制式统一的片酬等劳务合同，要加强中国视听大数据的应用推广，要规范电视剧收视数据的调查和发布秩序，要解决电视剧收视调查中的突出问题，要推动数据统计、调查分析和电视剧综合评价机制有机的结合。到这里，照理王一博的团队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些中央精神领悟到家，活学活用才行的了。通知中格外的强调，要持续优化市场环境，要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全流程监管机制，要严肃处理有偷逃税、阴阳合同、天价片酬等等等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演员和相关的机构，要禁止违法失德艺人通过电视剧发声出镜。这些的官方裹脚布从10年前就已经拖到了现在了，依旧不换字眼，也不换包装，依旧是新瓶旧酒，依旧需要娱乐圈的艺人们天天的警惕，年年的学习。老实说，拼命的清流艺人们天天用心去雕琢演技，有没有时间配合中央精神做到面面俱到呢？真的是太考智商了。通知最后提醒说，要规范电视连续剧行业经纪人、经纪公司等市场主体的管理，要创新监管手段和机制，要推进监管能力的现代化，要优化市场服务，加强电视剧市场信息供给和创作经营的活动指导，要开展创作生产、告知承诺工作。总之，现代化的词汇都是与时俱进的，八股文的管理也都是该讲的都讲的了。说白了，八股文最核心的关键字还是一个片酬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最让顶流艺人们揪心不已了。众所周知，近些年来，赵丽颖已经是明晃晃的成为了广大观众格外喜爱的优质演员了。作为娱乐圈低调谦逊的清流的代表，赵丽颖向来都是用作品跟观众打交道的，而在演艺方面也是屡屡突破，屡屡被赞的，人气和热度即便离婚之后依旧是水涨
船高之中，因此它的片酬自然而然的也跟着一路飙升，不差正爽。而且呢，除了拍戏，赵丽颖也很随大流，展现出了某种的商业头脑出来，成立了多家的影视公司。因此呢，近些年来她也赚得盆满钵满，也算是很正常的了。为此，我也曾经专题的深扒过了赵丽颖的那些合理合法的趣味手段，有兴趣的您不妨自行的回顾一下。此外，作为内娱圈当中的一线顶流，片酬高居第一梯队完全是无可厚非的。比如2018年赵丽颖拍摄过3部戏，分别是《西游记女儿国》、《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单单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2部的电视连续剧，赵丽颖就已经拿到了 1.6 亿元的片酬了，还没有算上那部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因此呢，4年前赵丽颖所公开的收入就已经是 1.9 亿元了，可想而知，她的电影片酬肯定是不低的。要知道2015年以来，圈外的热钱就已经疯狂的涌入到了影视行业当中去了。因此呢，一时之间，这个行业水涨船高，而且是高的离谱的那一种。不少大明星都频频的被爆出了天价的片酬出来了。当时很多的流量明星们，一部戏的片酬动辄就是8000万元到 1.2 亿元。不少业内的人士一致的认为，高片酬背后其实就是整个影视制作行业尤其浮躁的那种逐利的表现了。跟着呢，近年来无论是国家相关的监管部门还是行业的监管，都在不断的为明星们的高片酬问题开出了特别明确的药方出来了。早在2017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等等等等就已经联合发布了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其中早就指出了各会员单位及影视制作机构要把演员们的片酬比例限定在合理的制作成本范围内，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成本的 40%， 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 70%， 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 30%。 说实话，这些的废话我都已经重复了 N 次之多了。中央精神肯定是不听不行的，但是呢，听了也没人跟进的话，这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些高大上的党八股我都讲的已经是完全麻木的了。2018年8月份，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这3大视频网站与6大制片公司联合发表了声明，再次的表示说会共同的抵制艺人天价片酬现象，会尝试推行单个演员单集片酬含税不超过100万元，以及总片酬含税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的具体定价规则。结果呢，是给谁看的呢？大家都知道的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社会主义的特色了。2020年的4月份，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再次的发布了倡议书出来了，其中规定一部电视剧、网络剧的编剧、导演和男女1号主演的酬金各自最高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 10%。
全体演员薪金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40%。于是乎，废话再次被重提了一遍，以至于去年9月份的时候，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跟着再次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也就是要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要坚决反对唯流量论，要坚决抵制高价片酬。而且呢，在片酬方面，这份通知还格外的要求严格执行演员和嘉宾的片酬规定，要严格片酬管理告知承诺制度，要倡导鼓励演员和嘉宾去担当社会责任，去参与公益性节目，要严肃惩戒片酬违规、阴阳合同、偷逃税行为。所以呢，几轮的宣传攻势之下，您到底记住了哪些关键点了呢？同年的9月份，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官方的微信也同步的发布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多措并举加强电视剧行业管理的推文出来，提出要坚决有效的治理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漏税等等突出的问题。这些规定和推文该说的其实都说了，情况又怎么样了呢？是不是有的人还是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呢？总之，娱乐圈盛行的这种高大上高大全的套路，因为政治环境必须要有，所以呢，大家伙都会主动的去讲政治。只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金钱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高贵的头的。所有的细节其实我都已经深入的聊过的了，甚至新我绝对可以另外再开篇讲上10天10夜的中央精神和学习的心得。然而呢，坐言起行才会立竿见影，所有的人浮于事到头来还是会在来年继续的再次的照本宣科一遍的了。即便大家伙就像屏幕前的您现在的心情一样，已经是完全不耐烦的样子了。无论如何，一个明星的年收入就远超了很多的上市公司了。这种天价的收入的确严重颠覆了正常的思维、正常的分配以及正常的生产。我的意思是，那些躺赢躺赚而且还要拼命尬吹的人，特别需要被清理出天价的圈子，因为他们不值。只要来路正当、血汗等值的清流艺人，只要规规矩矩、不偷不漏，那么阳光下的那种监督也是一种促进来的。如今官方再次的发声，要大力的整治天价片酬，除去那些让明星收入合理化、让娱乐圈更健康的大条的道理之外，其实背后的国家意志还是不要太明显的了。毕竟之前出台的那些耳朵生茧的限薪令，即便都已经做出了相同的规定了，然而呢，基本上都没有得到切实的履行。因此呢，这次这个时间点，广电总局再次隆重的推出了天价片酬的老顽固出来，并做出了更加严厉的、更加详细的、细致的规定出来，算是让一切的工作再次变得有章可循的了。同时之间，也再次的让明星们的天价片酬无处藏身的了。而在新闻我永远都会与别不同的眼里，有一种开刀，就是
让你精神紧张，惶惶不可终日。有一种韭菜，就是以前没有收割你，现在是时候了。您想想看，为啥国家政策年年都会制定出雷声极大、反响也极大的同款的规章制度出来呢？又为什么不去认真的去执行呢？除了景甜，您还听说过韩雪、猪猪这些娱乐大腕的名字吗？你有知道他们的真实背景吗？社会主义娱乐圈永远都是藏污纳垢的无底的深渊来的，即便有些人被揪了出来，然而呢，深渊不会因为抽了几桶水就会变得清澈出来的。因此呢，为什么半年不到，这些艺人的片酬再次被雷厉风行的拎了出来，敲山震虎了呢？而且很明显，这一回普通的艺人注定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为甚至有的18线的艺人居然还是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那一种。这些人的薪酬注定跟普通的工薪阶层没两样，甚至还属于不稳定的那一种。那么说回野蛮生长现在正在反复催化的那种工业用 CP 糖精吧，假的目的我已经是揭晓的了。那么真的目的呢？这个其实我也真的猜不准，也说不好。所以呢，我就直接的问您2个问题吧。第一，从种种迹象上看，您觉得这部一早就已经说好的大女主剧有没有可能突然之间掉头呢？真的会转向一个安全系数超高、过审更加容易的大型励志偶像剧了呢？第二，在追求社会财富3次分配、蛋糕做大、共同富裕的强烈的社会主义均富呼声之下，您觉得全国上下改革开放少数先富的话题已经严重式微，而且开始没落的情况下，这部明晃晃的大女主改开剧、年代剧会不会一下子掉头进入到了单纯磕男女 CP 的纯偶像剧呢？这种紧急的变通是否真的可行呢？是否最好呢？至少在这么样的一个老是不断吹风的娱乐大环境下，目前为止，在新闻我老是与别不同的眼里已经发现了，野蛮路透的 CP 已经是越来越频繁了，越来越开放了。